慧律法师呢，他在佛教堂造成那个风动，叫我的吓着了。慧律法师那边是笑声不断的，大家呢脸上都挂着笑容的，都非常的轻松来听佛法。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慧律法师。那慧律法师他是1952年生的，他是高雄文殊讲堂的创立人，然后就是文殊讲堂在高雄也时常举办佛学讲座，然后法师本人除了在讲堂宣扬佛法以外，也有许多在网络上开示的影片。那他本身也是到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去宣扬佛法，弘法利生这样。那他的一样是丰功伟业也不少，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常住在文殊讲堂，高雄的文殊讲堂。好，所以我们这集呢就是来聊聊说林老师跟这位慧律法师有什么样的契机的认识，这样有什么渊源好，那我们照惯例问一下第一题，就是林老师你跟慧律法师的初次相识是什么时候？慧律法师比我小8岁，也就是说呢，我在这个南部的大专院校呢，各个佛学社团在弘法的时候，去他们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慧律法师呢，他高中刚刚毕业，可能还没上大学，也不一定啊。那我跟他呢这个认识，也就是说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林义谦，他俗家的名字，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在高雄的这个国际商专这边呢，到他们的佛学社常常过去呢上课。那当时的社长呢叫做萧安树，现在也出家了，叫做觉树法师。那么呢，他就常常跟我提起来说呢，他们学社很欢迎2个老师来上课，一个呢林义谦老师，另外一个就是林老师你。但是我听了还有一点呢深深的不太以为然为什么还有人跟我一样齐名并列受到你们学社很欢迎的人物啊那时候我还以为呢我一人呢尊大，因为那时候呢从呢屏东一直到台中，我戏称呢这些都是我的管区了我当时呢跑了几十个学社，所以这个林义谦这3个字的名字是那个时候呢奠下的。那么再过几年以后呢，突然有一个人呢自己登门来找我，这个人呢他自称他是林义谦，我就觉得很奇怪结果他上来以后，他所问的问题原来是关系着他这一生他的命运呢。他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题，是如果我没有出家的话，我能不能像林老师一样，如果成家立业，可是呢单靠一个嘴巴在佛教界里面讲经说法，到很多学校呢去上课，这样可不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来维持呢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当时呢未经思索，就是呢说不行，那绝对呢行不通。因为这样的念头呢，我自己也曾经想过。你知道我妈很希望我出家的那时候呢，我也想说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就不要出家又成家，可是我呢爱佛法，我就透过呢来说法讲经，这样子可不可以维持我的生计？因为我到学校去教书，如果有人请我到某一个道场去上课，跟当老师一样，那照样每个月可以领薪水，将来照样有退休金，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呢让我呢得到2全其美。那么这个慧律法师就是过去的林义谦呢居士，他呢听到我的话以后，我们2个也就几乎是断了音讯，原来他就在酝酿着他人生的下一步，他知道他该怎么走，那就是说呢，不能走在家人来讲经说法，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啊。那我在想了哈，因为佛教的讲求布施啊，讲求发心啊。譬如说我后来呢，到很多的道场，人家应聘我去，我因为退休以后了，也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人家请我去还付我钟点费了，他们付我。可是就很多人呢，有一点呢闲话，他说林老师太不发心了哦，讲经说法是应该要是完全乐捐出来的。如果你呢那个，他讲对了一半。我在几十年前没有退休以前，在每一个学校，在每一个地方演讲，我都是不拿钱的。可是呢，退休以后，闽南话比较有人性。闽南话讲爱过佛祖啦，嘛爱过巴肚，顾就是顾啦。你要顾到佛祖就弘扬利生呢，你也应该要顾到你自己的肚子，因为你要先养活你自己，你才有体力，你才有精神，你才有时间去干嘛？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了。那么上面所讲的呢，就是呢，慧律法师在没有出家以前，他曾经跑来呢跟我讨论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佛教界，对于全世界的佛教界来讲，我认为说呢，这是个历史的事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呢是断然的跟他呢，答案就是不行，绝对做不到。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个林义谦居士，这个慧律法师呢，他当下就已经决定他应该要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了。那个慧律法师初次见到林老师，然后就问这个问题，这样。他呢，其实在学校我们两个都没有碰面，因为有时候这个礼拜他去这个学校，我呢是隔2个礼拜才去，所以我们两个就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我印象里面没有这个林义谦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他来我家的时候，是。那我意思呢，在这边少说了一句话，现在很多慧律法师的门徒们，他们都应该要谢谢我。这句话讲出来可以吗？不是这个开玩笑，我们不是说这个节目要轻松一点吗？对不对？如果那时候我呢跟他讲说，不要，你不要出家哦，你照样可以结婚生子，对不对？那么你这样可以呢弘法利生，那这样子呢，台湾就少了一个慧律法师了，这不就佛教的损失吗？是这个角度。是。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老师为什么你自己选择了就是没有出家，然后也是弘法利生的道路，可是会建议慧律法师说 no。OK， 我没有建议慧律法师要出家。对，我很多学生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先跟他们讲，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适合不适合出家。像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出家，因为我呢个性比较散漫一点。什么意思呢？早上要4点钟就起床，有没有？就是呢一板一眼的有那些戒律。我这个人天性呢就是比较爱自由的。比如说我写文章，我现在的喜欢的，比如说创作曲子，有时候半夜2点半我起来，有时候我是呢凌晨呢可能呢4点多，那有时候下午睡午觉的时候突然间想到某一个点子呢，赶快又起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我呢应该不太适合。虽然我妈只有我一个男生呢，我还有2个妹妹，在以前传宗接代很重要的时候，我妈竟然一再的，比如说那个唱功就跟我很多次说，妈妈希望你出家呢。我听了赶快呢装作呢充耳不闻，听了也当作没听，就赶快溜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只有自己最清楚。那么呢，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去劝说慧律法师你要去出家，我只是告诉他说，如果以在家你的身份来弘法利生，那绝对不足以养家活口的。是哦。可是老师你不是有做到这件事吗？还是其实没有？你说怎么样子？你不是有做到就是有弘法利生，然后同时也养家活口吗？你知道了哈，我这辈子大概
都大大小小的啦，写了60本书了，是就没有赚钱的，没有赚钱的。因为在佛教界就流传的这样的话，如果后面有写着版权所有，又写着售价的这种书呢，都不值得一看了。以前很多人呢来跟我这样讲，我就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这样子的大发心，很多的书都让人家免费来取阅，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可以，但你后面一定要有一个生意不是大财团，讲的俗气一点，要有人来支持你，要有一个出钱的人，对对，你才有办法，对不对？你知道这有印起来的话，比如说我的佛教精神与特色，等一下会提到。那么呢，有些呢现在动不动呢，有些地方是再版，它是20几次，那么有些地方呢，在全台湾呢100-200家的佛寺他们在印，对不对？如果都由我来印它，我也负担不起。我以前在我自己服务的富华中学，每一届的高三毕业生10班呢，我每一个同学都送他们1本。那这样子呢，也就意思都要破万了才行。那时候的万呢，那凤山一栋呢大楼只有7万块，你每一次弄到7-8千。所以这讲起来的话，就是说呢，有时候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负担的。底下讲到了，听说呢，慧律法师要出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呢都不太赞成的。爸爸妈妈不太赞成，他跟我比较不一样。我是妈妈非常的赞成，那希望我出家。他认为说，如果他的孩子能够出家的话，是他无上的光荣啊。那么呢，慧律法师刚好相反，他爸爸妈妈本来是不赞同的，不过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自己奋斗，那么最后感化了自己的父母。我在想了，所以爸爸妈妈也学佛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很多人认为说，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对于父母来讲打击非常的大。可是你想想看，像慧律法师这样真正的光宗耀祖，在我个人看呢，在这里呢，我突然间想起佛光山也有一位师父，那叫一日法师。一日法师呢，他要出家的时候，爸爸呢妈妈也可能都不太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呢应邀到那个七贤呢，我们现在高雄市的七贤路那个佛寺啊，他邀请我去那边上课，刚好那次他爸爸有来，结果呢，我听到一日法师跟爸爸讲说，他说呢，老菩萨，这位林老师呢，就是呢，让你的女儿当年不听你的话出家的那位林氏女林老师了，真正的呢，让我出家人在这里了。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呢跟这位老菩萨，就跟一日法师的爸爸呢讲说，你有没有后悔你的孩子出家？他说我不会后悔。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呢，我的孩子如果他走上世俗的结婚之路，我要去烦恼他，譬如说会不会难产啊，丈夫会不会对他好啦，我的孙儿们会不会欺负他的妈妈啦，我的女儿啦，这些我都要去担心。现在这些我都不要担心，他的徒弟，他的那个呢信徒好多，因为一日法师呢英文好，他非常有学问呐，所以呢追随者拜他做老师的人一定很多。我在想了，所以呢我呢对我的孩子也讲，如果你们要出家的话，包括我儿子，爸爸也不反对。为什么？譬如说女儿一出家，我一辈子都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她嫁得好不好，对不对？她一辈子，她就算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不怕没有人为她临终助念。为什么？因为信徒，因为他的跟随者，因为他的徒弟太多了。OK， 好，那慧律法师他本身也应邀到很多地方去演讲嘛，那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在网络上有放很多他自己平常开示的影片。那他本身的风格感觉也是比较轻松，然后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讲解深奥的佛法这样。 OK， 这个呢应该是值得我们大谈特谈。佛教在我那个时代就是显现出来，一般来讲就是规规矩矩的，暮气沉沉的，死气沉沉。对，我记得我跟义如到巴拉圭，又回国的时候，
我路过高雄佛教堂，那时候呢，高雄佛教堂的四周，哇，那人群呢汹涌，像海水般呢、把它包的呢紧紧的围得水泄不通，就人头钻动啊！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特别停车去探个究竟。结果原来呢是慧律法师呢来那边呢演讲。那时候我40多岁，那慧律法师可能那时候大概就30几，32、3岁而已。我在想了啊，那时候呢，我知道就是有一个慧律法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是以前的林义谦呢，现在的慧律法师呢，他出家了，他在佛教堂造成那个风动，叫我的吓着了。因为过去很多那些知名的大法师的演讲场面都是非常的肃穆的，讲得好听一点，非常的庄严的。可是慧律法师那边是笑声不断的大家呢脸上都挂着笑容的都非常的轻松来听佛法。就这一点的话，有很多人有维持，就有意见了。可是我是站在慧律法师这一边的。因为我个人在每个大学的佛学社团，包括后来我在自己的菩提园，在德化堂也好，在别的道场去演讲，我一样都秉持一个原则，一定要轻松，一定要诙谐，一定要呢深入浅出，一定要让大家在轻松之中来听经闻法。因为我的主张就一个，快乐来学佛。这过去我们谈过很多次了，只有快乐来学佛，快乐的因才能带来将来生命快乐的归宿。这是我一向呢很坚持的。那慧律法师呢，他那个时候呢，像那样的风格，别人学不来。慧律法师他讲经的风格，别人学不来，那别人也不必要去学他。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讲经说法，只要固守自己的最擅长的那一面，那一招就可以了。慧律法师其实跟那星云法师，如果说自己呢夸张一点说，还包括我相同一点，很会举例。你一定要举那个好玩的，可是让人家听了虽然哈哈大笑，但是不是肤浅的。它一定是要呢里面含有很深的哲理的让你听了以后能够回味无穷的。慧律法师有做到这里，真的。我过去听我师父呢星云法师呢讲经说法，他善用比喻，真的，我们释迦佛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了。可是慧律法师呢不遑多让，他讲出来都从生活里面呢举了很多的例子，让大家呢能够慢慢去细嚼慢咽那么呢真的一辈子可能都受用。了解。听说慧律法师有曾经打电话给老师说想要翻译《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本书。是慧律法师有一次他呢打电话来，他希望我到文殊讲堂去一趟。我去了以后，他呢非常愉快的他来说林老师来坐着。他第一句话问我是说呢，你现在还在南北道上奔波吗？南北道上这什么意思呢？我当然讲的不是黑道因为过去慧律法师没有出家前跟我一样，都是在台中跟屏东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奔波。对，每个礼拜去跑好多趟。他跟我了，所以我们两个虽然都是擦身而过，但是彼此呢知道那么呢我说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师父想要印你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坐下来寒暄没有2句呢，他就劈头呢就这么讲了，他说呢，我要付你多少稿费多少版税我吓了一跳，因为我
佛教精神与特色在佛教里面，在全世界里面的几百版呢、那么单单的好多家来印，没有一个人提到说我该付你多少版税的、所以呢，昨天我们去见我一个大学同学洪文琼嘛，对不对？他就讲说呢，如果一本书能够收1块钱哦，现在林老师呢都有几千万的富翁，但这有一点夸大其词啊。他昨天讲这些话，刚好你昨天也在场，也可以听到了。那么呢，那时候我就笑着说：“师父，不要钱，都免费的。”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要印我这本书呢？”他说呢，中国大陆现在呢佛法呢比较衰微，那就是呢，比较没有那种正信的佛法，也没有那种比较好的能够接引出击的书。他说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他觉得我这本佛教的精神与特色最适合打前锋，最适合呢就是呢冲锋陷阵。对，这第一本书，然后我说都不要钱，师父你要印多少就给你印多少。他听到最后哈哈大笑，他说好，有魄力。然后呢，他就请他的秘书啊，他说拿来。我说以为说呢，那拿什么来？拿了一叠的一叠的钞票，那一叠就10万块。而且天下巧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在屏东的菩提园，我那时候呢刚好口袋连1毛都没有，那么呢想要搭一个那个现在还在那50平的那个铁皮的盆子，那个时候就要10万块。1分钱也不多，1分钱也没有少。这慧理法师不就是那佛派来的，来送我来搭建一个东西，让这些成百上千的学生来那边呢，不要淋雨，对不对？不要被太阳晒的吗？所以我想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呢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件了。然后他说呢，你要答应我。我说答应什么东西？我好害怕，他又把10万块给我拿回去，叫我布施了。他说不是，他说那个封面呢，我要写几个字。我说封面写几个字啊？他说写什么字？他说因为你林老师，你林世敏3个字在中国大陆没有我是慧律出名，所以前面他要写几个字。我说写什么字呢？我有点好奇。他说就这样写。说呢，学佛人必读的第一本书，慧律法师郑重推荐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现在大家都还可以看到。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师父要印两种，一种繁体字版在香港，另外一种简体字版在中国大陆。那一次印的话就是几千本了。不久又收到了稿费、版税，为什么？他们又再版了，再版的话，他版税照样寄过来。我认为我们佛教一般来讲，对于版权比较不注重。我以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提到，我很多的佛教儿童的丛书，对不对？有很多道场他帮我去印了，对不对？可是连我作者的名字都给我换了。把我名字都换了，那是我的书。你呢？拿去印那也就罢了，对不对？那结果呢，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真的是有点夸张了。这样，我认为说不好。对。所以呢，我是认为说呢，慧律法师他呢给佛门给他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所以后来那个李云鹏吕居士，他呢就是那个要印我的书，所以他就请那个陈慧建居士呢。也是打电话过来叫我呢北上，他叫我呢，他说呢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版税。我说我不收，他说一定要收意思，他说呢收1万块。我说好，1万块也不多也不少，那就呢准许你们去印，或者他们再版了将近20版再版20次了那就印我那本书了所以我呢认为说呢慧律法师呢，在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这本书上，他能够呢郑重其事的给我送版税，对不对？而且他知道这本书对于接引出击，
对于弘扬佛法、先去播种的这样的工作，它可能有它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也不一定。这一点呢，我认为慧律法师是我的知己，他呢，真的我非常的感谢他。这个慧律法师啊，他不但是把我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呢，重新再排版，那么呢，到香港、到中国大陆去，他呢还意犹未尽。他亲自呢在电视台弘法的时候，就拿我这本书《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他自己亲自上场去开讲。当然，一如我太太就讲着说，是不是你这本书写得不够好？我说不是，因为呢，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并不属于我林世民的，不是只有我才能讲精神与特色，何况这本书已经是60多年前讲的了。每一个人他的心目中都有他的精神与特色，关于佛教的。那么呢，慧律法师呢，他对着他那些徒弟们，还有他的听众们，也非常推崇我这本书。当然啦，老王卖瓜啦，还是自卖自夸。我认为他讲得好，我认为他呢能够呢补充我的不足。那么我非常感谢呢慧律法师，不但是印我的书，而且还亲自开讲我的书，谢谢。好，那林老师对于慧律法师的讲经说法有什么印象吗？ OK， 我认为慧律法师对于佛教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讲经说法的方式。对，那么呢，他呢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甚至到很多的国外，都造成了前无古人的轰动了。那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因为他讲经说法的幽默、诙谐、深入浅出，让人家听得非常的轻松，很愉快。所以呢，每一次都是座无虚席的，这点呢，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么呢，我呢有几部的经典，我非常仔细的来听。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师父他们讲过，我听他讲这个八识规矩颂，我听他讲呢六祖坛经，我听他讲呢金刚经。那么我个人呢认为说呢，慧律法师他的讲经真的让你不会打瞌睡，而且他每一句在讲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先呢把它这个融会贯通，那么非常清楚的讲出来以后，又讲出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他个人自己的见解。所以你一部分呢能够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讲的，现在他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也从中间能够获得了启发。慧律法师呢，他认为说，做一个佛教徒应该有3本书呢不能不看，一本呢是金刚经，一本呢是六祖坛经，第3本呢是圆觉经。圆觉经啊，圆，方圆的圆，圆觉经，这3本。很巧，我呢改写的菩提言读经，这中间就涵盖这3本。所以如果你去看我的菩提言读经，六祖坛经我把它分成了8册8本，因为六祖坛经比较长，那么呢有8本。那么金刚经呢只有1本600页，金刚经。圆觉经呢现在市面上啊这个你能看到的翻译注解比较少一点了，那我可以算是不自量力，因为这个圆觉经它里面涵盖很多所谓的禅修啦，禅修的那种呢，真正有修行的人呢才能够去写得好啦。那我呢因为呢只能说是隔雾看花啦，总是差了一点，我个人这样想。可是我为什么去选圆觉经呢？因为圆觉经的前半段那好几章呢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些比喻真的是一等一的，那等可以显现呢佛学里面的精跟妙了，可以这样讲。这3本在我的书上选了，尤其那个圆觉经我有两巨册，每一本都是600页，2本加起来就1000多页。而我这3本佛经里面，我每一句给它编索引，
就是你经文里面哪一句你不懂，只要你注意它第一个字，我后面就有注音索引跟笔画索引，你就可以查得到。这一点是我呢，自己又多花了一点心思、时间跟精力来做的。慧律法师认为佛教徒应该不能够没读这3本书，而我刚好在我这一套现代人读经的中间，也涵盖了这3本，一个字都没有缺，而且编了索引。我认为说呢，讲说英雄所见略同不好意思，应该这样改，可是还是不太好意思。智者所见相同那么呢，这3本书啦，刚好我那在这边呢，不是说林老师炫耀，我说将来在图书馆或是在很多的场合，可有一天我们不是要有一个跟我们这个听众们大家来吗？可那时候我就把我的书都带来，大家要的话就来送给大家。我们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啦所以呢，我听慧律法师讲经，我觉得我这辈子受益无穷。他讲得清楚、简单、扼要，而且在听经闻法的时候轻松愉快，而且笑声不断。慧律法师呢，他对我呢，算是非常的照顾的。我记得我们菩提园呢，在我43岁，就是距离现在快40年前了。好久。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高雄市文化中心那里。那么呢，我第一个呢，邀请来我那边上课的是那个佛光山的星云法师。那当然啦，水泄不通啦。那么呢，第二个我邀请到我们园地来演讲的呢，就是慧律法师。慧律法师来的时候，哇，那真的是我也没有宣传呐，那呢，真是也把我们的园地啦化极的呢人挤人呐，那么呢，非常的热闹，好像在办什么嘉年华一样。那慧律法师呢，擅长于演讲，那么他呢，可以说呢，谈笑风生，他呢，就是全场的大家呢，都是笑声不断的。那我现在想起来呢，这都留给我呢，我们菩提园非常美好的记忆了。在这儿呢，要呢利用这个视频，也向那个慧律法师呢，说声谢谢。那老师，你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OK， 慧律法师呢，他是建中的，有人奇怪，建中怎么只有考上那个逢甲呢？我在这边呢，替这个慧律法师来替他解释一下他没有来请我了，但是我说呢，慧律法师在建中的时候绝对是一流的人才。你看他那个眼睛炯炯有神，真的，我不会看相啊，但是我觉得呢，他呢是聪明的，聪明才能够决定要出家嘛。不聪明的人只有视字变聪，绝对不会走上这条路。他的母校逢甲大学，因为他出家，因为他呢在佛教里面造成的这些旋风，为佛教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逢甲大学送给他一个杰出校友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所以呢，他在学校里面爱护他的学弟们，所以以前那些逢甲大学的同学呢，他们先来我们菩提园，在我那边吃饭，在我们那过夜以后，第二天一定到文殊讲堂去。他对他的后生的小子，这些学弟妹们非常的照顾。他们学校里面还有那种素食团，是的，大学里面还有素食，就是上百人，我去吃过，因为我逢甲大学常去啊。素食团是指他们是煮素食的团吗？对对对，就是伙食半素食所以呢，这个慧律法师他的母校也以他为荣。那么佛教界虽然有人不以为然，不一定，那是他们的事情，也应该以慧律法师为荣。我个人是我比他虚长了8岁。我当年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出版的时候，他还在念高中，对不对？可是他后半生所走的路，替佛教奠下了这样的深厚的稳当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他呢，功在社会，功在佛教，
我个人这样认为的。我祝福呢，慧律法师能够长命百岁，可身体一定要顾着。他以前为佛教在演讲的时候是奋不顾身的，不要命的。曾经要到马来西亚，在车上在飞机上呢，呼吸困难被他请下来了，去不成了。他现在呢还是很多身体需要调养。最后呢，我刚刚讲过了，非常感恩他呢送给我们菩提园的那个盆子，50瓶的，现在还在用，用了将近30年还在用，非常感谢他啊，祝福他。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谢谢。好，那也感谢林老师，然后也感谢慧律法师。对，慧律法师好，谢谢。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再见，拜拜。再见。神医，观世音精神。